特工都保不住的俄罗斯，现在多少有点四面楚歌的意思了。芬兰、波兰等国为了预防俄军侵略，正积极提升自家军事实力。据芬兰媒体报道，5月1日，芬兰正准备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这项协议将允许美国在芬兰境内设立军事基地，允许美国军队使用芬兰领土进行训练和储存物资。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对此解释称，此类协议将有助于芬兰实现国家安全利益最大化。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美国是一个重要因素。为什么要建立军事基地？那是因为俄罗斯全面入侵了邻国，并对欧洲安全提出的无理要求，严重破坏了芬兰安全政策。首先，俄军的入侵行为破坏了之前芬兰与莫斯科建立的关系。在俄罗斯入侵的第2天，尼尼斯托就曾表示，现在面具已经脱落，只能看到战争的冷面。其次，破坏了运作良好的欧洲安全秩序，给芬兰这个欧洲相对较小的国家带来了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感。因此，芬兰想要获得安全感，保障自身的安全，就只能通过加强国防和与西方一体化来实现。比如之前加入欧盟、北约，或是与其他国家进行密切防护合作等操作，都是为了预防俄军的入侵。而这次要建立的美军基地也同样如此。至于为什么选美国，那是因为美军实力够强且经验丰富。2战后，美国的军事基地几乎遍布全球。截至2021年底，美军共有约17万5千名现役人员被派驻在美国领土之外，其部署的国家和地区达140个左右。而每一个基地的选址也颇为精心，其布局的主要特点是以本土基地为核心，以海外基地为前沿，进行点线结合，既重视前沿基地，又重视战略运输线上的中间基地以及后方基地。每一个海外基地都是战略要点，扼守着海上咽喉。从战略角度上讲，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分布基本可以划分为3个战略区、14个基地群，其中欧洲是美军在海外拥有军事基地和设施最多的地区，重点分布在中欧、西欧和南欧3个地区。中欧地区由设在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的基地和设施组成，这些基地扼守着欧洲的心脏地带，是维护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成果和对那里可能发生的地区性冲突做出反应的重要前沿基地。西欧地区则由设在英国、冰岛以及亚速尔群岛上的基地和设施组成，扼守着大西洋通往北海和地中海的一些重要航道和海峡，既可对中欧、地中海和中东可能发生的地区性冲突提供应急支援，又是美本上向欧洲、近东和非洲增援的中坚基地。最后，南欧地区则由设在意大利和希腊的基地和设施组成，可控制黑海出口和东地中海地区，是欧洲南翼的屏障。其中，基地又以西格内拉基地最为出名。西格内拉基地是美军7大海外军事基地之一，是一座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北约军用机场及大型后勤基地。由美国海军和意大利空军共用，美国称作西格内拉海军航空基地，后者称作西格内拉空军基地。如果说罗塔基地是为了控制北大西洋和地中海的交界口，那西格内拉基地凭借近地中海中心的优良战略位置，便有着地中海枢纽的美称，是插在地中海内的一个大棋子，能使美军及盟国军队在该区的行动十分方便。同时也是美国本土与西亚、印度洋之间美军飞行器起降最频繁的中继站之一。使用该基地起降的飞行器种类包括了美国空军各式各样的运输机、加油机，美国海军的海上巡逻机，以及意大利海空两军的反潜巡逻机等等。2011年空袭利比亚时，该基地在北约就起到了关键作用。目前，美国驻西格内拉基地的人员共有4000人，包含了官兵、文职人员和军眷。该基地同时也是美国海军第2大的安全司令部，仅次于巴林的巴林海军支援设施。基地安全人员主要由底特律海军战备支援中心所下辖的一个海军后备司令部提供。现在的西格内拉基地主要作用是支援北约舰队和陆军，是欧洲南翼的重要保障。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构建了庞大的海外基地网络。这些海外基地在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拓展全球影响力、提升美军作战能力、保护美国核心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所以芬兰选择让经验丰富且实力绝强的美国入驻，应该也是对抗俄罗斯的最佳的选择。4月28日，英首相苏纳克宣布要向波兰出售价值19亿英镑的英制新型防空导弹，来加强对俄防御。根据协议，22个波兰陆军防空部队将装备这种防空导弹系统，来提高波兰军队反制俄军战斗机、武装直升机、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能力。同时，该协议也是北约目前数额最大的防务协议之一。而出售的新型导弹是指欧洲导弹集团的 CAMM 系列模块化通用防空导弹。我们知道，波兰的军队曾一直大量装备着苏俄制的防空导弹，这就意味着波兰与北约进行联防时，无论是训练指挥还是后勤保障，都会显得格格不入。而北约的系统无法做到完全兼容，再加上邻国乌克兰爆发的俄乌冲突，迫使波兰不得不加快对军备的提升，而其中计划打造北约血统的防空网就成了重中之重，以防范俄军的导弹。因此，为了更换近程防空系统，波兰就提出了 NAREW 近程防空导弹项目，从国际市场招标防空系统。导弹性能原来要求射程达到25公里，后来修改增加到40公里，并且要求技术转移，大部分部件要在波兰进行生产。最后经过重重选拔， MBDA 公司推出的 CAMM 导弹系统，已愿意提供令该导弹系统嵌入波兰国家防空系统所必要的一切源代码为条件，最终打败了美以合作的斯通纳导弹系统和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的蜘蛛防空系统。CAMM 是 MBDA 公司设计和制造的下一代轻型先进防空导弹。该导弹以第4代近距格斗空空导弹 ASRAAM 为基础改进而来，并成功研制了陆海两种构型。海基型命名为海兽体，陆基型则命名为 FLAADS， 并发展出了增程型 CAMM-1R， 现已装备部队。CAMM 导弹弹长 3.2 米，弹重99公斤，射程1到25公里，射高10千米，最大速度3马赫。该导弹具有一系列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如具有优异杂波抑制能力的主动射频导引头，在其射程范围内，它可以在各种天气条件下能有效拦截包括各类高性能作战飞机、巡航导弹以及超声速反舰导弹等在内的敌方来袭空中装备。同时，该导弹所采用的设计可以将多个单元装在有限的空间内，其弹径仅为166毫米。因此，普通车辆可以携带多枚该型导弹，其软式发射系统可确保真正的360度防空。而为了适应舰载以及陆基发射要求， CAMM 还采用了垂直冷发射模式，不会对发射系统的结构产生破坏，并且该导弹还采用模块化发射器，既容易隐藏又能快速部署，既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作为综合作战空间网络的一部分。这种设计使该型导弹能够根据需要去承担不同的目标任务，且在未来凭借发射器的通用接口模块，还可以很容易地集成到未来的替代型车辆上。此次英国出售的价值19亿英镑的英制新型导弹，便是 CAMM 的陆基版本，也被称为陆地拦截者。该型导弹高度敏捷，具有先进的引信包和高致命性弹头，和常见导弹相比，射程是常见导弹的3倍多，超过了25公里。而 CAMM 的海基版本则被称为海兽体防空导弹系统，其作用是替代英国海军使用多年的海狼防空导弹系统。海狼防空导弹是 BAE 公司推出的一款舰载近程点防空导弹系统，部署在英国22型和23型护卫舰上。在研制过程中 ，GWS-25 用垂直发射系统进行了测试，但最终设计使用了6发可训练发射器。海狼也设计了几种变体，尽管并非全部投入生产，但作为一个无线电指令防空弹，设计还是比较经典的。不过现在多少有点时过境迁了。CAMM 导弹系统同时还是天剑防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2022年的时候，英国军队便在波兰部署了天剑防空系统。该系统由3个主要部分组成的，即陆地发射器系统、长颈鹿 AMB 雷达，以及作为指挥和控制系统的 MIC-4AD 防空系统。天剑的陆地发射系统就是刚才讲的 CAMM 陆基型，采用轮式发射车，车上配备有一套安装了2个6连装导弹垂直发射模块的垂直发射系统，可同时携带12枚 CAMM 防空导弹。
而遇到复杂环境作战时，就到长颈鹿雷达发挥作用了。之所以叫它长颈鹿，是因为它有着可伸缩的类似脖子的桅杆，而这样的设计也能使该系统的传感器穿过绝大多数的障碍物，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对低空目标的探测距离。长颈鹿雷达属于一种被动式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它使用叠层波束三维雷达，带有三维相位阵列数字波束形成天线，能提供360度全方位态势感知。其雷达覆盖范围为120公里，并且可以在复杂、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运行。萨博公司称，其具有发现小型无人机系统的特殊能力，并可去除鸟类等难以辨认的雷达杂波。目前，一套完整的长颈鹿雷达系统可以放在标准的集装箱内，由卡车机动运输。在集装箱内部通常分为2个隔间，操作员在其中一个隔间内进行操作，另一个隔间则专门安装各类电子设备，一旦到达目的地便可迅速实施部署。长颈鹿雷达系统的天线可以升高至8米或12米，整套系统的展开时间差不多10分钟，能集群跟踪或分别跟踪超过100个目标，并且能与其他长颈鹿雷达交换数据，组成雷达网，让敌人目标无所遁形。至于天剑的 MIC-4AD 指的是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的模块化综合 C4I 防空反导系统，担任着战时的作战管理、指挥、情报通讯等任务。它与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所使用的技术相同，可根据数据对来袭目标进行威胁评估和目标分类，并生成拦截计划。同时，它可以将长颈鹿雷达系统链接到 CAMM 导弹的发射装置上，做到统一指挥和火力控制。所以，拉斐尔公司是关键的系统集成商，未来或许将成为波兰军队与英国陆军实现通信整合重要枢纽，来实现共同抗俄的目标。此次波兰获得19亿英镑的 CAMM 导弹，不仅填补了天剑系统弹药的空缺，同时在增强自身防空实力的同时，又进一步加深了与北约作战体系的互联，可谓是一举多得。而且数据显示，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波兰对其武装部队进行了大量投资。今年波兰预计要把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防务，将成为北约中占比最高的国家。俄罗斯现在在欧洲几乎被北约国家包围，军队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说不好听点，未来即便俄罗斯想要低头，甚至不切实际的想加入北约，估计都不容易。好了，关于芬兰建设美军基地、波兰引购 CAMM 导弹、加强对俄的提防，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